财神爷赵公明的传说及由来中，在南宫赵真君的传说中，他拥有4位忠心耿耿的护法神，分别是招财童子、进宝童子、历世仙官和纳真天尊。这4位护法神在民间信仰中代表着不同方面的财富祝福。招财使者陈九公代表吸引财富，常与进财有关。招宝天尊萧生代表增添财宝，尤其是珍贵物品。历世仙官姚少司主管贸易和商业活动，祈求生意兴隆。纳真天尊曹宝象征保护财富，避免财富流失。这4位护法神与南宫赵真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财神信仰体系。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信徒们常会一并供奉这些神灵，以祈求各方面的财富和保护。由于他的职责与迎降纳福、商贾买卖有关，而他的使者又是招宝、纳真、招财与利市，因此自然受到民间普遍的喜爱与欢迎。民间又盛传这4位神仙加上赵公明就是5路财神。除了掌管财富，南宫赵真君还被认为是智慧和正义的化身。在一些传说中，赵真君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公正的判断，帮助人们解决难题，维护社会正义。例如，有一个传说讲述了赵真君帮助一位善良的商人，该商人因被人诬陷而面临破产和家破人亡的危险。赵真君化身为普通人，暗中调查事情真相，最终揭露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并帮助商人恢复名誉和财产。这个故事体现了赵真君在民间信仰中不仅是财神，更是维护正义和保护弱小的神灵形象。南宫赵真君的传说中还包含许多降妖伏魔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赵真君被描绘成一位英勇的战士，驱除邪恶，保护人间的和平与繁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地方受到邪魔的骚扰，导致当地百姓生活困苦。赵真君得知后，亲自降临该地，与邪魔展开激战。经过一番苦战，赵真君最终击败了邪魔，恢复了地方的安宁，并受到当地百姓的感激与敬仰。这些降魔故事强化了赵真君作为保护神的形象，象征住他不仅掌管财富，还保护人们免受邪恶侵害。南宫赵真君的崇拜遍及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华南地区和台湾，他的信仰尤为盛行。各地的信徒通过不同形式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赵真君的尊敬。这些活动和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在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和香港，南宫赵真君的信仰十分普及，许多庙宇专门供奉赵真君，每年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其中，农历2月初2被认为是赵真君的诞辰。这一天，各地的信徒会前往庙宇进行祈福仪式。清末齐鲁一带，每逢正月初5真君下凡日，清寒子弟多以玄坛真君画像送往富家门第，高声吟唱打油诗，财神初5下天台，富人穷人皆发财。赶早起来抢路头，金银财宝进家来，以期富者之奖赏。清朝有蔡云写了竹枝词记此事：5日财源5日求，1年心愿1时酬。提放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在这些地区，供奉赵真君的庙宇被称为赵公庙或财神庙，通常建在繁华的商业区或港口附近，这与赵真君掌管财富的角色密切相关。
信徒们会在这些庙宇中烧香祈福，供奉金银纸钱，以求赵真君保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在台湾，南宫赵真君已被广泛供奉，特别是在商业繁盛的地区。台湾的财神庙众多，且各有特色，有的庙宇还会举办盛大的迎财神活动，吸引大量信徒前来参拜。北港武德宫位于台湾云林县北港镇内，主祀中路财神玄坛真君赵公明及其余4路财神的庙宇。该庙台湾缘起于清道光年间，一陈姓信徒自中国山东琅琊迎请携来至金身，因时代关系落寞而埋入土中，并在旧址上新建民宅。后多方因素，在功德主陈茂林及乡亲信众的扶持下，成为了台湾第1间5路财神开基祖庙，且为规模最大、香火最盛的财神庙之一。石碇财神庙又称石碇5路财神庙，是一所位在台湾新北市石碇区永定里的财神庙。庙中供奉玄坛真君等5路财神、虎爷、五营元帅等，由四川峨眉山先锋寺分香来台。台中广天宫位于台湾中部的台中市北屯区，临近于大坑口2分部，于1984年间选址在台中市北屯区辽阳5街131号文心路4段4维国小附近兴建。1986年庙体相继竣工，斥资1亿元，是一座主要祭祀5路财神的庙宇，是台中财神庙中信众最多、最灵验的庙宇。头城镇安宫位于宜兰县头城镇竹安里，供奉玄坛元帅中5财神为主神。建庙迄今已有将近200年之历史。该宫之5财神并非先人从故乡恭请来台，亦非分灵而来，而是海上漂流而来，故号称全台唯一渡海来台之5财神。玄坛元帅神威显赫，香火鼎盛，信徒遍及全国。草屯敦和宫位于台湾南投县草屯镇敦和路73号，是一座主奉财神玄坛真君的道教庙宇。建庙于1816年，其中以铜制162尺赵天君财神爷像安奉于7楼顶最具特色，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赵天君5财神铜像。芦竹五福宫、南看五福宫，旧称玄坛庙或元坛庙，俗称南看元帅庙，位于桃园市芦竹区。该庙主祀之玄坛元帅，据传是由明正士兵路经该地时遗落携身的香火，后现神迹并建庙供奉，创建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共有9次修建及2次扩建。1985年8月19日由内政部公告为3级古迹，1997年改制为限定古迹，2014年随着桃园升格直辖市而改为直辖市定古迹，同时是桃园市最古老的寺庙。金山财神庙是一所位在台湾新北市金山区、万里区交界之地的财神庙，取其金山万里或万里金山之意，在此开设财神庙。庙宇供奉5路财神、弥勒佛、济公禅师、财路真君和千手观音。庙中有财宝福袋、开运金钱和文、5财气3宝。庙方提供财神银行服务，3次致销，每对圣销都可以向财神及庙方借新台币100元整，最多新台币300。本庙也附设月老庙，供善信祈求好姻缘。顶楼奉祀送子观音。仁德武德宫位于台南市仁德区成功里文贤路1段81巷90号，供奉开基中路5财神。原本只是一个仁德13甲的信仰中心，
经过多年发展，于今香火鼎盛。高雄天君殿位于台湾高雄市鼓山区绿川街26巷22号，主祀玄坛真君赵元帅、武财神。分灵自澎湖县湖西成功天君殿，是当地澎湖移民的信仰中心，香火鼎盛。香山财神庙位于台湾新竹市香山区大湖路3号，主祀玄坛真君赵元帅、武财神，由四川成都赵公山财神祖庙分香而来，前身为母圣宫，为新竹享负盛名之宗教圣地。其地基占地近5000坪，因携其地利上的优势，可眺望台湾海来之壮阔美景，更是观看夕阳落日余晖的最佳景点，有著名的香山夕照之称。而今亦是市府编定之风景区。台中稳圣坛，台湾稳圣坛财神文化发展协会位于台湾台中市梧栖区建国北街259巷70号，主祀玄坛真君赵公明财神、武财神，分灵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华夏正财神赵公明祖庙，为信众添补财库、补运、招贵人。玄坛元帅神威显赫，香火鼎盛，信徒遍及各地，信众有求必应，最灵验的庙宇，香火鼎盛。台湾闽南语中，玄坛真君被尊称为玄坛爷，白话字台罗 HN10I， 白字俗写邯郸爷、邯郸爷、邯郸爷、银主公王等。台湾人相传玄坛爷巨冷，每年农历正月，台湾有些庙宇就会举办炸玄坛的活动，大多数是请壮硕男子打赤膊，手持树枝，扮演赵公明的模样。随着性别平权的观念兴起，少数地方也有由女性担任的邯郸爷，而信众即以鞭炮向他丢掷，以让玄坛爷感到温暖一些，并祈求玄坛爷的保佑，多在元宵节合并举办。台东地区元宵节为期2天的神明绕境活动中，晚间在南京路广场表演的炮炸邯郸爷吸引大批民众与游客围观，争夺邯郸爷被鞭炮轰炸的特殊场面，现场鞭炮声响彻云霄，炮硝烟雾弥漫，许多人戴着口罩，全副武装，努力向人群中卡位，希望能一睹邯郸爷精彩的表演。相传，邯郸爷是掌管钱财的财神爷，出巡代表带来吉利，扮演邯郸爷的人，穿着打扮上会在头上扎绑头巾，穿着红色短裤，赤裸着上身，站在轿子上接受民众用鞭炮轰击，据说是为了驱寒，而另一说法则是为了彰显邯郸爷的英姿。民国72年时，由于炮炸邯郸爷的活动一直都是由真人赤身裸体接受炮轰，场面过于悲惨，战况不忍卒睹，且怕有碍观瞻及避免负向导引少年，因而曾经被禁止过。因为参加邯郸爷者皆是道上兄弟，尤其要上阵接受鞭炮轰炸，除需具备神勇胆识外，在道上更是要赫赫有名，身上多有纹身，一身都是刺龙刺凤，平时鱼肉乡民，成群结党，是耍狠好斗之徒。这类人上轿时，谁都不敢说没有神明附灵，但所凭藉的绝对是一股勇气、气魄和毅力。虽然大家喜欢看热闹，但不一定会被人们所认同。此外，一般商家炮轰不起，只有在酒家、茶室、妓院等风花雪月的场所举行炮轰。同时，红包也具有一定的行情，除事先谈好的价码外，
一般系以炮轰多少鞭炮的钱，包好多少的红包以为酬劳，所以付出以前都被一般人俗称为流氓神。政府为抑制这股暴力之气，也维护地方治安起见，遂由台东县警察局长陈祥发下令，禁止炮炸邯郸爷活动，凡不听劝止者，盖以流氓管训条例送请管训。尤其在民国74年间，由警总计治安机关所实施的一清扫黑专案后，更使这些扮演邯郸爷的兄弟们销声匿迹，被禁止6年，直到民国78年，由当时2位担任台东县议员的刘兆章和饶达奇极力奔走下，并由道上兄弟保证不会惹是生非，签订不接受炮炸、不收受红包、不发生意外，俗称3不条约的切结书，使得到当时台东县警察局长陈振远的首肯，得以恢复举行，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民国90年2月间，更是受邀远赴台北县中和市和高雄市的全国灯会上做精彩的演出。91年2月间，亦在高雄市举办的全国灯会上受邀演出，无比精彩。同时，自88年起均由台东市公所邀请，在南京路做公开表演。由于摄服人心，群情激昂，更因有电视台的实况转播，凡是上轿扮演的邯郸爷，表现更是出乎神勇。91年2月间，更在邦交友国帛琉共和国的国会议员和艾克利美姊妹市的访问团前做精彩的演出。凡是看过邯郸爷表演的人，莫不感到惊心动魄，既惊喜又害怕。从此，元宵节炮炸邯郸爷活动被观光局列为全国12大的元宵节庆典活动之一，和台东市天后宫一阁才女天女散花的绕境游行，成为台东元宵节庆的一大特色。